顺着夏雨儿所指，众人的目光都投放到了那圣者印上面。看着那圣者印，所有人都变得蠢蠢欲动。毕竟只要能够最终得到那圣者印，也就代表着可以得到那卷被星陨圣地圣女夏雨儿吻过的万剑破魂。情急之下，有人竟直接盘坐下，将精神力融入阵法之中。在第一个人开始之后，其他人似是怕被他人占得先机一般，也是赶忙盘坐到了那阵法之前。楚风既然准备参加，自然也是随着众人盘坐了下来。可是此时却有人发现夏雨儿并没有参加的意思。夏姑娘，你不参加？任逍遥问道。看得出来，他似乎是在场之中最关心夏雨儿动态的人。这变幻秘境需要有人开启，而我是唯一能开启它的人，所以我自然就不参加了。夏雨儿说道。他此话一出，人们也是意识到这变幻秘境应该是任夏雨儿为主人了，否则不可能只有他能开启，不能与夏姑娘一起竞技，倒是一大遗憾。任逍遥摇头叹息，若是任逍遥公子能够拿到圣者印，就不会有遗憾了。夏雨儿笑道。听得夏雨儿这样一说，那任逍遥双眼再度放光，整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随后更是自信满满的说，其实我遗憾的是夏姑娘无法看到那英姿飒爽高人一等的姿态。任逍遥，别评了，就差你一个人了，可不要耽误大家呀。此时有人提醒任逍遥将精神力融入那变幻秘境内，毕竟只要夏雨儿开启，那种人就都将进入变幻秘境。我再提醒一遍诸位，你们只是意识进入变幻秘境，所以进入变幻秘境后，你们自身的修为都无法左右你们在变幻秘境内的处境，并且意念之间你们就可离开变幻秘境。但是只要你们自动选择离开，就等于是弃权。弃权之后，你们的意识将回到自己的身体，但是也将无法再进入变幻秘境。若是没有意义，那我便开启了。夏雨儿用那温柔的声音对众人讲述道。夏姑娘开始吧。许多男子以迫切的语气说道。那便开始了。只见夏雨儿说话之间，双手打出奇特法诀，那变幻秘境的阵法便开始变化。下一刻，楚风只感觉身子一沉，便感觉身体有了变化。而当其睁开眼眸之际，发现自己虽然还是盘膝而坐，可是他却已是身处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山峰之巅，下方尽是茫茫白云，并且宋云飞、剑无情、任逍遥等人也全部在这山峰之巅。我的修为竟然不见了！天哪，我感觉现在的我就是个普通人，连一丝武力都没有了。哈哈，宋师兄，想不到有一天我居然能和你站在同一个起点，这就是变幻秘境，好神奇！人们很是惊讶，同时也很是兴奋，就如同他们所感受到的一样，他们的修为全都不见了，此刻如同普通人一般，甚至感觉自己只要从这悬崖落下，就会立刻粉身碎骨。这变幻秘境的确改变了他们，尽管只是他们的意识，尽管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是只存在于这变幻秘境内的变化，但却也很是神奇。楚风，现在你可算是进入夏雨儿那丫头的地盘了，她不会赢你一手吧？女王大人有些担忧。应该不会，虽然意识进入此处，可本体若有不对，我能察觉到，并且夏雨儿没有撒谎，只是意识投射而已。若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随时离开此处，就像进入界灵空间和回归本体一样。楚风说道。若真是这样，那这变幻秘境还有点意思。女王大人说道。毕竟不止楚风一人修为全无，如同普通人一样，而是进入这变幻秘境的所有人都是如普通人一样，所以这倒也变得公平了。这游戏该怎么玩？此刻不少人发出了质疑。而就在这时，道道锁链的声音忽然自山峰之巅的四面八方响起。人们可以看到，一条条锁链桥出现在了这山峰之巅，延绵到云层深处。没人知道那锁链桥究竟去向了何处，而这些锁链桥的数量竟然与这山峰之巅的人数相同。紧接着，天空之上开始光芒闪烁，定目观望，在那虚空之上竟出现了一行行字体。寻找赐予符，不同的赐予符能够赐予你们不同的能力和力量，使你们拥有抗衡以及击杀对手的实力，杀死彼此。最后，生存者为胜者，切记远离噬魂兽，它将是你们无法战胜的梦魇。这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看着虚空上的字体，人们有些惊讶。这个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可是却也让人们觉得有趣，因为那所谓的赐予符似乎各不相同，不同的赐予符能够赐予他们的力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就充满了未知性。而越是未知，越是刺激，越是能勾起人们的欲望。最后的生存者就是胜者。这样说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敌人。就在此刻，任逍遥用那不善的目光扫视除了宋云飞以外的所有人，而任逍遥凶名太盛，哪怕现在的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可是面对他那不善的目光，人们还是下意识地躲闪开来，甚至向后退去。看到那些惧怕自己的人，任逍遥得意地笑了，就仿佛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般。他根本没打算对那些人出手，他只是想吓唬一下那些人罢了。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楚风，所以他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向楚风所在的方向走了过去。任逍遥，游戏才刚开始，我们都还没有得到赐予符的力量，你现在就动手，未免太没意思了吧？剑无情说道。你懂什么？我这叫先下手为强，毕竟我的拳脚功夫本就厉害，就算没了武力，我也优人一等，所以我现在是最有优势的时候，我若这个时候不动手，我才是傻子。任逍遥说道。对于任逍遥的话，剑无情轻轻地摇了摇头，他很清楚任逍遥的想法，什么狗屁优势都是借口，他迫不及待地想收拾楚风才是重点。剑无情似乎很看不惯任逍遥借着游戏的机会向楚风报复的做法，所以便向任逍遥追了过去。他是想要拦住任逍遥，给楚风争取一个逃脱的机会。可是忽然之间，剑无情却是止住了步伐，不再继续前行，因为他不经意间扫射楚风一眼，可正是这不经意的一眼让他改变了主意。他发现面对不怀好意的任逍遥，楚风不仅面无惧色，反而在楚风的眼中看到了一抹期待，这让剑无情意识到
楚风根本就不怕任逍遥，楚风他根本就不需要自己的帮助。剑无情继续看着楚风，似是想要确定自己的猜测。而感受到剑无情的目光后，楚风也是对剑无情使了一个颜色。看到楚风的目光后，剑无情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猜测。楚风的确不怕任逍遥，因为楚风给剑无情的颜色是在告诉剑无情不用担心他。而楚风他也的确不怕任逍遥，虽然现在没有武力，没有修为，如普通人一般，肉身都是脆弱不堪，可是修武多年，基本的战斗技巧还是在的。而楚风一直以近身交战强悍著称，空手搏斗更是他所擅长的。只是因为修武者交战往往威压先行，武力随后，拼的是手段。事物界近身交手的机会很少，哪怕近身交手，也是凭借兵器运用技法来一决高下，真正空手搏斗的机会几乎没有。但是现在倒是能够展现一下楚风空手搏斗的本事了。楚风兄弟，这是游戏规则，我想获胜就必须除掉你们，你可别怪我呀。任逍遥一边捏的双手嘎嘎作响，一边笑嘻嘻的向楚风走来。游戏规则当然不会怪你，不过你也不要怪我。楚风说道。听得楚风此话，任逍遥则是懵了。不要怪你，什么意思？莫非你还要对我任逍遥出手不成？就在任逍遥发愣的时候，楚风一个箭步便向任逍遥窜了过去。楚风速度极快，几乎眨眼之间就已经来到任逍遥近前，并且楚风的拳头也是随之而至，带着阵阵风声，正对着任逍遥的面门就轰了过去。你这家伙！任逍遥顿时大惊，他惊愕地发现楚风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寻常的普通人。可以说楚风这一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任逍遥有着敢找楚风麻烦的自信，自然也不是寻常之辈。只见任逍遥脚步向后一踏，身形向旁一侧，就想凭借侧身来躲过楚风这一拳。然而楚风还是快了一步，任逍遥则是慢了半拍，所以楚风这一拳任逍遥未能躲过。只听啪的一声，任逍遥便发出一声惨叫，竟被楚风硬生生的打出5米远，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落地之际，他不仅鼻口流血，嘴巴一张，竟然掉了3颗大牙。你这混账！任逍遥勃然大怒，起身便想要教训楚风。然而楚风已经靠近，抬腿对着任逍遥就又是一脚，狠狠地踹在了任逍遥的脸上。任逍遥刚刚起身，便一声惨叫，再度被楚风踹翻在地。随后楚风干脆骑在任逍遥的身上，对着任逍遥的面门就是一顿乱拳狠锤。任逍遥如今乃是普通人的肉身，哪里架得住楚风这样的暴打？一时之间惨叫不断，哀嚎连连，甚至开口求饶，希望楚风放他一马。然而楚风哪里会放过任逍遥？楚风不仅越打越狠，嘴里还念念有词：逍遥兄，你可不能怪我呀，这是游戏规则，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楚风这边笑嘻嘻的向任逍遥解释着，可是另一边却用拳头狠狠的向任逍遥那满是鲜血的面门招呼过去。而此刻那些站在不远处的众人早就目瞪口呆，心想这楚风怎么这么凶狠？明明大家都是普通人，他怎么还拥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而就在众人惊讶于楚风的强悍之际，楚风却是抓着任逍遥的头发，拖着任逍遥向悬崖的方向走去。这楚风该不会是要把任逍遥丢下去吧？众人猜测是对的，因为楚风已经拖拽着任逍遥来到了山峰之巅的边上。楚风，你敢丢我下去，我和你没完！任逍遥对楚风威胁道。楚风嘿嘿一笑，随后说道：游戏规则而已，你若玩不起就别进来，但是既然进来了，我管你是玩得起还是玩不起，都照虐不误。话罢，楚风手臂猛然一挥，只听一声惨叫如长鸣一般响起，任逍遥已是落入那悬崖之中。此刻许多人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真是没想到任逍遥会这么快就被淘汰，他们更没想到淘汰任逍遥的会是楚风。可是事到如今，他们对楚风却也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楚风还真是如同传闻一般，是一个很辣的角色。此刻许多人都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要远离这个楚风，至少不能招惹这个楚风。而就在这时，这山峰之巅忽然大风袭来，那风力其实不是很强，可因为如今众人身体很弱，所以竟被那大风吹得连滚带爬。如楚风这般能够稳住身形的，在场只有3个人：宋云飞、剑无情以及鬼眼童子。这是此刻楚风抬头观望，发现原本晴朗的上空竟出现了大片乌云，那乌云聚集一处，遮蔽虚空，竟然形成了一道漩涡。漩涡之内雷霆涌动，竟有猛兽的嘶吼传来。很快的，漩涡之中云雾翻腾，竟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爪子，那爪子为黑色，一根手指就有1米长，指甲尖锐，宛如利刃。这是一只庞然大物，若是平日里在场之人都不可能被这样的存在吓到，可是现在的人们乃是普通人的肉身，连一阵大风都能吹得他们摇摇欲坠，若是正面面对这样的猛兽，那绝对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噬魂兽，大家快逃！一时之间人们四处逃窜，跑向了那些延伸到云层深处不知通往何处的锁链桥。大家不要走同一条锁链桥，分散着走。宋云飞说道。而他这一开口就如同命令一般，几乎所有人都照做。楚风也是选择一条距离他最近的锁链桥走了过去。可是楚风上桥之后却并没有如同他人一般以最快的速度奔入那云层深处。楚风停了下来，他再回头张望，紧紧地盯着那自云层之中渐渐出现的噬魂兽。怎么不逃？你那点拳脚功夫对付任逍遥还行，可绝对斗不过这个家伙。而且你现在并非本体，只是一道意识，本女王也是没办法出来帮你的。女王大人说道。蛋蛋，你仔细看看那是魂兽鳞片上所闪烁的光芒，像不像是一个地图？楚风说道。听楚风这样一说，女王大人也是注意到那是魂兽的鳞片之上出现了一道紫色的气焰，
那气焰像是一条线，相互交织，一眼看去，真的像是一张地图，刻在了那是魂兽的皮肤表面。难道说这是魂兽？另藏玄机？禹王大人问道。不能确定，但还是要观察一番。楚风说话间，又向锁链桥深处走了一点，随后趴在了锁链桥上。他是想尽量的让自己隐蔽，以仔细观察那是魂兽。很快的，是魂兽自云层之中落了下来，露出了真容。这只是魂兽的体长大概有80米左右，浑身漆黑，布满鳞片，头似蛇，身似豹，爪似虎，并且它不仅长了8条腿，背脊之上竟然还长一双如同蝙蝠一般的翅膀，那翅膀延伸开来，竟长达100米。再加上它浑身布满黑色鳞片，这是魂兽给楚风的感觉，不仅是凶狠暴力，更是有些诡异。但是楚风更多的注意力却投放在了噬魂兽身上，那如同地图一般的图案上。噬魂兽落地后，并未立刻有所行动，而是站在原地缓缓地转了一圈。最重要的是，这是魂兽是闭着眼睛转的，就仿佛是故意让人看清它身上的图案一般。只可惜，所有人都已经逃走了。看到这一幕的唯有楚风。猛然间，噬魂兽睁开了眼睛，一道幽绿色的目光便迸射而出。当其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楚风能够感受到一阵阵恐怖的气息，令人毛骨悚然，汗毛竖起。尽管已经丧失武力，无法使用结界之术，可是楚风还是能够确定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乃是杀气。下一刻，噬魂兽便发出一声怒吼，那吼声之刺耳，震得楚风耳朵嗡嗡作响，一时之间什么都听不见了。缓和好一会，耳力才渐渐恢复。楚风，看清了吗？禹王大人问道。看清了，楚风说道。看清了还不快逃？禹王大人催促道。而这一刻，楚风也不再犹豫，转身便快速地向云层深处跑去。因为噬魂兽伴随着眼睛睁开的一刻就已经觉醒，接下来的他恐怕就要大开杀戒了。就在楚风快要进入云端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惨烈无比的叫声。楚风知道是有人遇难了，只是先前大家都是分头行事的，怎么会这么快就遇难？楚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山峰之巅，这一看，楚风的眉头则皱了起来。噬魂兽不见了，这说明那个惨叫的人很可能是被噬魂兽袭击了。可是这噬魂兽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并且移动起来竟然无声无息，毫无预兆，也察觉不到。紧接着又有一道惨叫传来，这一次的方向竟然完全相反。楚风，快逃啊！那噬魂兽可是能运用武力的存在，而你现在只是普通人，他若是想杀你，怕是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禹王大人催促道。而楚风此刻也是深深的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掌握武力的存在，差距是多么的巨大。随后楚风不再回头，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向云层深处跑去。在此期间，楚风总能听到惨叫的声音，虽然那声音只响一声就会停止，但那恰恰证明惨叫之人已遭不幸。所以楚风知道，除了被自己丢下悬崖的任逍遥外，至少已经死了9个人。之所以不能确定，那是因为楚风已经距离山峰之巅很远了，所以哪怕有人在死，楚风也听不到他的惨叫。毕竟楚风现在只是普通人，他的视力和耳力都是非常弱的。楚风顺着这锁链桥一直走，很快就走入了2座大山之中。之所以说是2座大山之中，是因为此刻楚风周围乃是2座悬崖峭壁，这悬崖非常的陡峭，笔直而立，直通青天。作为一个普通人，并且岩壁光滑，根本就攀爬不上去。而也正因为这2面悬崖，而导致楚风只有前后2条路可以走，向后那就必须沿着锁链桥回到山峰之巅，所以楚风只能向前。走着走着，两边的悬崖峭壁不再一马平川，不仅出现了可以攀爬的纹路和缝隙，还出现了一棵棵树木，而那些自悬崖面上延伸而出的树木更是成了可以攀爬的助力。蛋蛋，你看到了吗？楚风举目观望，盯着上方说道。看到了，那应该就是所谓的赐予符吧？蛋蛋说道。尽管不能确定，可是在那悬崖上方的一棵大树上，的确闪烁着微微光华，那光芒不是很耀眼，可是却也足以引起楚风的注意。我觉得像。楚风说话间便抓住岩壁的缝隙，小心翼翼地开始向上攀爬。小心点，太高了，若是掉下去就会直接摔死。禹王大人说道。放心，凭我的身手，哪怕是普通人的肉身和力量，可攀爬这种岩壁却也难不倒我。楚风自信满满的说道。而楚风也的确有着自信的资本，换做其他人攀爬这样的墙壁，就算体力跟得上，但是技巧也未必跟得上。可楚风偏偏是技巧至上，所以别看着那赐予符所在为之很高，可当楚风攀爬到那的时候，也只是稍微有些气喘而已。果然是赐予符，楚风面露喜色，小心翼翼地将那赐予符拿到了手中。这赐予符与正常的结界符纸箱差不多，不过上面除了有规则结界纹路和符咒外，还写着4个字：3段力量。楚风将这力量符捏碎，顿时感觉一股力量融入身体。下一刻，楚风只感觉自己的肌肉都得到了蜕变，自己力大无穷，就连肉身也变得坚硬无比。猛然间，楚风一拳轰出，他的拳头竟直接轰入岩壁之内。随后，楚风的另一只手呈鹰爪状对着岩壁抓去，只见碎石纷飞，楚风的手指竟然插入了那岩壁之中。这赐予符果然有用，可助我寻找地图入口。楚风说道。地图入口？你是说你在那是魂兽身上所看到的地图？禹王大人问道。正是。蛋蛋，你仔细看看这岩壁之上的纹路。楚风指着对面悬崖岩壁说道。而这一看，禹王大人也是面露喜色，尽管一眼观望难以看出端倪，可若仔细观望，他却发现这对面的岩壁还真与是魂兽身上的地图有着相近之处。楚风若是找到那地图入口，莫非会有收获？禹王大人问道。是福是祸我也不知，可既然被我知晓有这么一条隐藏的路，就必须去一探究竟。话罢，楚风便一跃而起，如同飞檐走壁的飞猴，
在这岩壁之上快速的奔腾，得到了力量符的楚风，莫说飞檐走壁小菜一碟，就算从这高空落下，也未必会摔死。毕竟他的肉身已是坚硬到可以将岩壁轰得粉碎，而自己却毫发无损。这样的楚风，若是再遇到其他人，那杀他们简直比踩死蚂蚁还要容易。但是楚风却显然不满足于此，毕竟那些人也都不是寻常之辈，自己能找到赐予符，其他人也一定能找到。楚风想要获胜，不能单纯的寻找赐予符，而要另辟蹊径。噬魂兽身上的地图就是楚风要走的路。楚风现在尽管无法使用结界之力，可是身为界灵师，探索宝藏的方法却存在于脑海之中。根据自己的记忆，楚风想要寻的这地图的入口，可以说非常的轻松。只见楚风如灵猴一般，在悬崖的岩壁之上，一边攀爬，一边观察。很快的，他目露喜色，随后竟然站住不动。猛然间，楚风双腿弯曲，猛蹬岩壁。下一刻，楚风便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快速的射向了对面的岩壁之上。的一声巨响，顿时碎石纷飞，浓烟冲起，而楚风的整个身体竟都进入了那岩壁之中。原来这岩壁被楚风撞碎之后，竟然是别有洞天。此刻，楚风已经进入了一个深邃的岩洞之中。岩洞原本很黑，可是当楚风进入此处后，岩壁两侧竟然闪烁出白色的光芒。那是特殊的石头，有着某种感应作用，似乎只要有活物进入其中，就会将其唤醒，发出白色的光芒。虽然这石头的光芒有限，可是好在数量够多，倒也是在有限的距离内，让楚风能够看得清楚。楚风借着那特殊岩石所散发的光芒，一路前行。很快的，他便走到了尽头。这尽头处摆放着3个盒子，楚风将第一个盒子打开，盒子之内竟然藏着一颗赐予符。这赐予符好像有些厉害啊！看到那盒子之内的赐予符，女王大人欣喜若狂。事实上，就连楚风也是内心激动。当看到这赐予符的那一刻，楚风就知道这里他算是没有白来。这张赐予符光芒极盛，但是却并不刺眼。楚风能够清晰的看到，那赐予符的上面写着4个字：巅峰力量。先前楚风捏碎了3段力量的赐予符，以示身体坚硬，可全轰岩壁。若是得到这巅峰力量的赐予符，可以想象楚风将会变得更为强大。楚风二话不说，直接将那赐予符握在手中，捏碎开来。赐予符捏碎之后，楚风只感觉暖流入体，随之而来的竟是身体的蜕变。楚风感觉怎么样？女王大人好奇地问道。感觉非常好，我觉得我现在的实力足以与那噬魂兽一战。楚风说道。真的假的？女王大人目露狐疑之色。尽管他也猜测这巅峰力量的赐予符会让楚风变得很强，可是他却没有想过楚风能与那噬魂兽一战。尽管无法确切地感受到噬魂兽的力量，可是女王大人却也能够凭借所看到的去猜测噬魂兽厉害，那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存在。哪怕是用修武者来衡量，噬魂兽的修为也应该是一个很恐怖的级别才对。所以楚风说他可以与那噬魂兽一战，女王大人下意识的就觉得楚风是在逗他，或者是在说大话。但我的自信来得有根有据，因为是这赐予符给我的自信。当得到这赐予符的力量之后，我便觉得我的攻击力量在这个变幻秘境内已经无人能与我抗衡。楚风说道。是巅峰力量的赐予符给予了你这种自信的感觉？女王大人问道。是的，就是如此。楚风说道。哈哈，竟然这么神奇！那这么看来，那盏有下雨儿吻痕的仙法岂不是你的囊中之物了？确定之后，女王大人变得越加的兴奋。这巅峰力量的赐予符虽然给予了我极强的力量，可是我的肉身却还停留在3段力量的强度。楚风说道。也就是说，你只是力量增强了？女王大人略感失望，本以为楚风已是无敌之躯，现在来看并不是，楚风只是力量达到了巅峰，可是肉身却还不是。也就是说，楚风虽然攻击力惊人，可肉身却还相对脆弱，若是被人偷袭，或者是自己不小心被实力强横的对手攻击到，也是要毙命的。没关系，我会小心行事，不给他人可乘的机会。楚风知道女王大人所担心，不由得安抚起来。看看这第2个盒子，女王大人催促道。楚风顺势将第2个盒子打开，发现这第2个盒子竟然还有一个赐予符。看到这个赐予符，楚风和女王大人都变得越发激动起来，因为这张赐予符与第1个盒子的不同，这张赐予符叫做命王定乾坤。除了赐予符上的5个字外，在这盒子上面还有几行字体，这几行字体乃是说明这张赐予符之作用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楚风只要得到了这张赐予符的力量，那么楚风基本上就成为了这场游戏的胜者。因为这张赐予符的力量很特殊，只要楚风死了，这场游戏将会结束。无论是楚风自杀、被噬魂兽所杀，还是或被其他人所杀，都无关紧要。只要楚风死去，那么这场游戏就会结束，并且不管楚风怎么死的，那么最终的胜者都将是楚风。简而言之，只要得到这张赐予符的力量，那么楚风就等于赢得了这场游戏。楚风怕出现变故，所以赶忙将这张名为命王定乾坤的赐予符捏碎于手中。捏碎之后，这道赐予符也是化作特殊的力量，融入楚风的体内。这下稳了，居然只要你死就能获胜，那么其他人根本就没机会赢了。哈哈，我越来越期待这第3个盒子了。女王大人说道。不仅女王大人期待，楚风自己也很期待。第1个盒子给予了楚风能够击败噬魂兽的力量，第2个盒子更是让楚风获得了只要一死就将胜利的保障。那么这第3个盒子会蕴藏着什么？楚风将第3个盒子打开，顿时光芒闪烁，几乎覆盖了这整个岩洞。那光芒太过耀眼，简直如同利刃一般，炙刺双眼。哪怕楚风拥有了连石头都可轰碎的肉身，可是面对这样的强光，楚风还是被晃得连连倒退，不敢睁开双眼。那光芒持续了好一会，才缓缓变弱。当光芒弱到一定地步后，楚风的眼睛才得以张开。
并且再度看向那光芒。这一次，楚风终于能够清晰地看到那光芒究竟是何物。那是，而正因为看得清楚，才导致楚风目光大变，眼中竟涌现出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原来那光芒的来源是一张地图，这地图乃是特殊力量绘制而成，所以才会发出这般耀眼的光芒。随着那光芒减弱，这张地图也在消散。但是在消散之前，楚风已经将这张地图记在了心中。正因为楚风已经将这张地图记下，所以楚风很清楚这张地图的名字。这张地图的名字叫做剑道尊者墓。楚风，那张地图的内容你都记下了吗？当地图彻底消失后，女王大人这才开口问道。而女王大人之所以现在才问，是因为她怕先前提问分散楚风的注意力。记下了，蛋蛋，放心吧，我记得很清楚。楚风笑着说道。那你觉得那张是真的吗？凭借那张地图，真的能够找到剑道尊者的墓地？女王大人问道。她其实很希望那张地图是真的，毕竟那剑道尊者是一个尊者级的存在，他的墓地应该会有着不少宝藏。楚风若是能够将其找到，自然也会有着不小的收获。不能确定，但我想去试试。楚风说道。他的确不能确定，毕竟这只是一场游戏，可是这也的确是一个机会，所以楚风才想要去试一试。那你现在要不要自杀，结束这场游戏？女王大人笑嘻嘻地说道。那样的话未免太无聊了吧，我还想挑战一下噬魂兽。楚风说道。挑战噬魂兽？你怎么挑战？莫非要去找他？女王大人问道。找他太麻烦了，不如直接将其召唤过来吧。楚风说道。召唤？你如何召唤？女王大人问道。我的蛋蛋啊，你仔细看看这张石桌。楚风所说的石桌乃是摆放3个盒子的石桌，仔细观看便会发现石桌上面竟然有着字体以及特殊符咒。楚风将3个盒挪走，那字体以及符咒便完整的浮现在了楚风眼前。原来这是召唤噬魂兽的咒语，只要念出这个咒语，噬魂兽将会变召唤到一个特定的地点，只要顺着2面悬崖中间的小路一直走，走到尽头处便是噬魂兽将出现的地点。行啊，楚风，想不到你这小子现在眼睛这么毒，这都被你注意到了。女王大人忍不住夸赞起楚风，先前他只顾着看那盒子内的东西，还真没注意到那摆放盒子的石台上竟然也有字迹。这咒语倒是有些复杂，待我好好研究一番。楚风说话间便认真打量起这些咒语。所谓咒语与结界之术的法门不同，是需要一口气念出来的。可是这符咒楚风并不认识，他需要凭借结界之术的经验钻研一下这符咒该怎么读，唯有钻研透了才能成功召唤到噬魂兽。而楚风却不知道，在其钻研那符咒的时候，几乎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聚集在了一处。这是一个山谷，这山谷的四周皆是大山，每2座大山中间都有一条小路，这些人都是顺着那条小路来到的此处。而这里其实就是召唤噬魂兽后噬魂兽出现的地方，但是这里的人们显然都不知道此处的危险性。此刻所有人都很友好，正在聊天交谈。这里还真是奇特，明明大家都是向不同的方向走的，竟然最终还会汇集到一处。看来这变换秘境比我想象的要厉害，这应该是一座了不起的阵法。此刻一道身影从其中的一条小路走了过来，他的步伐很是悠哉，脸上还挂着喜悦的笑容。此人乃是宋云飞。宋师兄，你的身上竟然散发金色光芒，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赐予符的力量？看到宋云飞，众人神色变动，他们来到这里的人几乎都得到了赐予符的力量，身体的力量都得到了强化，大部分人都如同楚风一样获得了3段力量。可就算力量增强，却也是如同普通人一般，如同宋云飞这样竟然可以身上放光的根本就没有。假如说他们看上去是普通人的话，那么宋云飞看上去则是如同天神下凡一般，极为的耀眼。我爬到了悬崖之巅，找到了一张名为精气玄功的赐予符，是这张赐予符给予了我这股力量。宋云飞说话间掌心摊开，那金色的光芒竟然如同金色的火焰一般自其掌心旋转着升了起来，并且最终竟化作了一把金色的匕首。猛然间，宋云飞掌心一甩，那金色的匕首便自其掌心飞掠而出。那金色的匕首脱离手心之后，竟然急速扩大，眨眼间就化作了几10米长，狠狠地射入了山脉之中。巨响传来，浓烟滚滚，那山脉竟然被劈斩出了一道长达1000余米的巨大裂痕。天哪，宋师兄，这力量也太强了吧！看到那金色光芒的威力后，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了宋云飞此刻力量的强大，那是一种他们根本就无法匹敌的力量。愣了片刻后，人们便纷纷向那些大山跑去。他们既然知道了宋云飞的力量是从大山顶端寻找到的，他们也想去碰碰运气，毕竟只有获得与宋云飞相同的力量，才可以与宋云飞匹敌。而在众人行动的时候，宋云飞的嘴角却是掀起了一抹冷笑。当那抹冷笑掀起之际，宋云飞身上的金色光芒也是同烈焰一般涌动，并且扩散的越来越多，就如同熊熊烈火一般，在他身上剧烈的涌动着。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杀意也是随之而来。宋云飞是打算杀了在场的所有人。这感觉，当宋云飞的杀意散发之际，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随后纷纷愣在了原地，没有人敢再继续向前踏出一步。他们尽管不能确定那杀意是来自何处，可却能够确定那是一种致命的气息。此刻，人们下意识的便将目光投向了宋云飞，毕竟在场的人中能够具备这种力量的，便唯有宋云飞一人。那是什么？可是定目一看，人们又是一惊，因为虚空之上竟然出现了茫茫乌云，乌云滚滚翻腾之际，化作一道漩涡，很快的一只庞然大物便自那乌云中心的漩涡飞落而下，落在了这块空地的当中。天哪，这是噬魂兽！看到噬魂兽，所有人都是吓破了胆。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噬魂兽，可是完整的噬魂兽却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可怕。他怎么会跑到这里？莫非是专门来杀我们的？惶恐之余，也有人不解，
不明白怎么好端端的待在这里，噬魂兽忽然就跑了过来，并且来得这么快，可谓是毫无预兆。几乎乌云刚刚出现，那噬魂兽就掉落了下来，而他们自然不知道，这噬魂兽其实是楚风召唤过来的。若是知道，定然会诅咒楚风祖宗18代不可。来的正好，我刚好想要去找你这畜生，想不到你这畜生竟送上门来。可就在众人惶恐之际，宋云飞却是满面正气，一副要替众生除害的架势，一步步向噬魂兽走去。噬魂兽似是能够听懂宋云飞的话一般，当宋云飞此话落下之后，噬魂兽竟然发出怒吼，踏着飞快的步伐向宋云飞奔跑而去。而宋云飞也是早有准备，眼见噬魂兽来袭，其手腕反转，手臂连续摆动，刹那间道道金芒便如同利剑一般，不断自宋云飞的手中飞掠而出。那利剑飞出，便立刻变大，最大的金色利剑甚至与噬魂兽的身体一样。下一刻，那数道利剑便连绵不断的轰击在噬魂兽的身上，利剑连续轰炸，强大的金芒四散开来，哪怕是那些得到了赐予符力量的人们，也是被吹得连连倒退。宋师兄好是厉害，看来噬魂兽是遇到对手了。眼见着噬魂兽竟然被宋云飞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星陨圣地的许多弟子忍不住夸赞起来，哈哈，痛快！虽然与获胜是无望了，可是临死之前能够看到这噬魂兽被人斩杀，倒也不枉费我此处一次。哪怕外门势力的弟子也是忍不住叫好，他们竟然都没有人趁机离开，去寻找宋云飞所得到的赐予符，就像生怕错过这场好戏一般，全部留在原地观望着这场战斗。可是就在众人觉得宋云飞已经占尽优势之际，那噬魂兽竟然传来一声怒吼。那怒吼传来，所有人都觉得震耳欲聋，仿佛脑袋都要因此而炸开一般。而其中实力稍弱的两人更是七孔流血，在惨痛的哀嚎与抽搐之中，就这样活生生的被震死。甚至当那怒吼响彻之后，还形成了一道小型的声波，那声波四散开来，竟然将宋云飞的攻势给全部轰散。与此同时，那覆盖着噬魂兽的涟漪也是被轰散开来。终于，噬魂兽的本体再度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可是看到噬魂兽后，人们却是不由心中一紧，在先前那般猛烈的攻势下，噬魂兽竟然毫发无损。在众人惊叹之际，噬魂兽的大嘴却是突然张开，其嘴巴张开之后，一道道血红色的气体便不断在其口中喷射而出，向宋云飞飞射而去。看到那血红色的气体，宋云飞并未慌忙，而是意念一动，双掌向前一推，磅礴的金色气体便如同泄闸的洪水一般自其体内奔腾而出。随后，那如同洪水一般的金色光芒竟然形成了一道高达几百米的高墙，如此高的墙简直如同小山一般，挡在了宋云飞的身前。可是当那血红色的气焰靠近之后，只听噗噗之音不断传来，那看似坚固无比的金色高墙竟然如同豆腐一般，轻易的就被那噬魂兽口中所吐出的血红色气焰所穿透。眼见不妙，宋云飞只得动身闪躲。可是那血红色气焰如同暴雨一般，速度也是极快。宋云飞在连续躲过了几十道血红色气焰之后，还是被其中2道陆续击中了左肩和左胸，并且直接洞穿。可恶！身体被洞穿之后，宋云飞也是露出了痛苦的神色。随后他竟然身形一转，随后御空而起，向悬崖之巅飞掠而去。而那噬魂兽却是没有放过宋云飞的意思，在那阵阵吼声之中，竟然同样踏空而起，向宋云飞追了过去。宋师兄好厉害，竟然可以御空而行，这速度起码有5祖的修为了吧？宋云飞逃离之后，星陨圣地的人忍不住夸赞起来，厉害又如何？还不是被噬魂兽追的，只能逃走。难怪提醒我们，看见噬魂兽要逃走，这噬魂兽还真是不可战胜的。此刻竟有人心直口快，说出了心中的想法。哼，宋师兄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敢说这样的话？见有人说宋云飞的不是，星陨圣地的弟子很是不爽地问道，说或不说又能如何？他还不是要杀了我们？先前的杀意你们应该都有感受，那根本不是噬魂兽的，而是宋云飞的。若不是噬魂兽出现，我们早就死在他的手中了。那名男子愤愤不平地说道，你这家伙！星陨圣地的弟子尽管很是不悦，可他们却也不知该如何反驳。毕竟先前宋云飞的确是释放出了杀气，他们自己也清楚宋云飞是想杀了他们，所以这是事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辩解。好热闹啊，想不到都在这里。就在此刻，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人们发现楚风正慢悠悠地走来。楚风兄弟，你得到了怎样的赐予符？看到楚风，立刻有人热情地走了过去，得到了3张赐予符。楚风说道，3张？那么多，太厉害了！围绕着楚风的众人忍不住夸赞起来。那又如何？别说3张，就算30张也是没用。先前宋师兄的实力你们都看到了，连噬魂兽他都能一战，这场游戏胜负已定，我们都要输，而胜者便是宋师兄。星陨圣地的弟子洋洋得意地说道，就如同那与噬魂兽一战的不是宋云飞，而是他们的祖宗一般，特别让他们骄傲和自豪。先前的打斗声是宋云飞和噬魂兽。楚风问道，的确是，宋云飞得到了一个特殊的赐予符，力量堪比5祖境的修武者，实力太强了。楚风周围的人说道，既然你听到了声音，那你多少应该心中有数了，不用挣扎，坐在这等死吧，宋师兄自然会来收拾你们的。星陨圣地的弟子说道，那可不一定，我可以现在去找那赐予符，若是被我找到，便可与宋云飞一较高下。有人说道，算了，以宋云飞的手段，他来此之前应该已经将所有悬崖之巅搜索了一遍，不可能留下其他的赐予符给予我们的。向来沉默的剑无情忍不住开口说道，听得剑无情这样一说，许多有去寻找赐予符心思的人都立刻打消了念头，一时之间郁闷至极。剑无情是和宋云飞打过交道的人，他应该多少知道一些宋云飞的手段，况且他们很相信剑无情的为人。剑无情的话少，可他却很正直，他不可能说这种话来欺骗大家。不过
还是有人不信邪，开始向山峰之巅爬去，想要去寻找宋云飞所得到的赐予符。其实我想问问，宋云飞和噬魂兽一战，谁胜谁负？楚风好奇地问道。噬魂兽太厉害了，宋云飞根本就不是噬魂兽的对手。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能与噬魂兽稍微周旋一下，已经很是厉害。有人说道。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楚风说道。楚风，你这是什么意思？星陨圣地的弟子很是不悦地问道。在他们听来，楚风这话语里面倒是有着几分其他的意思。没什么，我只是想与噬魂兽切磋一下。楚风说道。你想与噬魂兽切磋？哈哈，我劝你还是别丢人现丑了吧。听得楚风此话，星陨圣地的弟子立刻大笑起来，就如同听到了好笑的笑话一般，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好笑吗？楚风玩道。自然好笑。楚风，不要以为你得到了赐予符的力量，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不妨告诉你，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赐予符的力量，而看你的样子，最多也就使用了3段力量的赐予符而已。像你这种实力的人，在这里一抓一大把，而我宋师兄他就连身体都发生了变化，金芒闪烁，霸气非凡，不仅可以轻易地展开山峰千余米，更是能够御空而行。在这样的幻境内，他简直就如同天神一般，我等只能仰望。可是就是那样强横的宋师兄，却也只能被噬魂兽追着打。就别说你了，估计啊，噬魂兽一个屁都能把你崩得粉身碎骨，你连靠近噬魂兽的机会都没有。星陨圣地的弟子讽刺地说道。在他们看来，楚风想挑战噬魂兽，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对于他们的讽刺，楚风却不予理会。不管他们是不是天才，可是在楚风眼中，他们都是一群庸人。对于这种无知之人，楚风连向他们解释的心思都没有。自然而然的，楚风也不在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所以楚风轻声地念出了那段可以召唤噬魂兽的咒语。楚风口中的咒语落下之际，虚空之上立刻雷霆涌动，乌云密布。天哪，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噬魂兽又来了？难道说宋师兄已经被杀了？现在他回来杀我们了？看到那乌云，众人顿时大惊。他们没有听到楚风口中的咒语，自然而然的就更不知道这是魂兽其实是楚风召来的了。眼见不妙，众人赶忙向四处逃窜而去，唯有楚风不逃。楚风不仅不逃，他还向噬魂兽将要落下的地方走去。楚风兄弟，你该不会真要挑战噬魂兽吧？你不是他的对手，你这样子只能白白丧命，快逃吧！眼下宋云飞很可能已经被这噬魂兽杀死了。宋云飞若是死了，那么对于这场游戏，我们就都还有机会，不能就白白葬送在这里啊！眼见着楚风真的要挑战噬魂兽，倒是有人好心大声呼喊，提醒起楚风这个蠢货竟然真的要挑战噬魂兽，谁给他的自信？也好，我就看看他是怎么惨死在噬魂兽口中的。听到那人的呼喊，许多逃脱之人竟然止住了步伐，想要亲眼看看楚风是如何惨死的。就在这时，噬魂兽又发出一声怒吼，随后便自云层之中脱落而下，向那渺小的楚风砸了过去。我这脆弱的肉身可挨不住你的一砸，所以便不能让你落下了。楚风说话间，五指握拳，随后对着上方猛然轰出。随后，只见一道肉眼可见的气体自楚风拳踵飞掠而出，笔直的冲天起，向噬魂兽的肉身轰击而去。当那气体与噬魂兽的肉身碰撞之际，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噬魂兽的肉身竟然四分五裂，化作一片血雨，从空中倾洒而下。而这一幕清晰的被在场之人所看到，一时之间，人们目瞪口呆，尤其是星陨圣地的弟子，他们的嘴巴张得那叫一个大，夸张的表情已是透露出他们此刻震惊的情绪。他们真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楚风的实力竟然这么强横，那可是噬魂兽啊，是那个可以御空而行，轻易劈开山峰的宋云飞，在他面前都只能挨打逃窜，却无法抗衡的噬魂兽啊！楚风竟然如此轻描淡写的一拳就将噬魂兽打败，那他究竟拥有着怎样的力量？原来此处的主宰根本就不是宋云飞，也不是噬魂兽，而是楚风。噬魂兽的肉身化作血雨飞落而下，可是落地之后竟然融入土壤之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连天上的乌云也随之散去，就仿佛是魂兽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一般。可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坠落声音传来，紧接着有人发出惨叫，回身观望，发现一道道肉身正自悬崖之巅被抛落而下。那些人全部是先前攀登悬崖想要寻找与宋云飞相同赐予符的人，而这些人是被同一个人给抓回来的。此人正是宋云飞。哟，楚风兄弟也到了，这样也好，是时候结束这场游戏了。宋云飞笑眯眯地说道。此刻不少人想要开口，然而宋云飞却根本没有给予他们说话的机会。只见宋云飞大袖一挥，那金色的光刃便天地散花一般，以极快的速度穿透了众人的肉身，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全部被其击杀，只有一个人还活着，此人正是楚风。宋云飞将所有人都杀了，却唯独没有对楚风动手。宋师兄好手段，不过只留我一个人，怕是有话想对我说吧？楚风问道。楚风兄弟果然聪明，不过既然你是聪明人，那我也就有话直说了。从今以后，你给我离下师妹远一点。宋云飞负手而立，对楚风说道。他的话语非常具有侵略性，根本就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对于这种话，楚风微微一笑，随后说出了4个字：你凭什么？我凭什么？你居然问我凭什么？听得楚风此话，宋云飞先是眉头一皱，随后竟然放声大笑。在大千上界居然能问出这种话，看来楚风兄弟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不过无妨，我可以告诉你，在大千上界内的小辈与我宋云飞为敌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宋云飞剑眉倒竖，用那充满威胁的目光看着楚风。宋兄还真是自信，不过据我所知，大千上界的主宰乃是楚氏天族吧？难道楚氏天族的小辈得罪了你，也不会有好下场吗？楚风问道。听得楚风此话，宋云飞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
旋即问道：“你是楚氏天族的人？”“非也。”楚风摇了摇头：“既然不是，那你最好还是乖乖听话。”宋云飞说道：“我若不听话呢？”楚风问道。宋云飞笑了，他笑得很是自信，随后说道：“那你今日在这里是什么下场？以后你的本体就是什么下场。”宋兄，好大的口气，莫非你觉得你可以杀我？”楚风问道。宋云飞又笑了，他笑得更大声，更猖狂：“我杀你，如捏死蝼蚁一般容易。”宋云飞对楚风说道：“可是你好像受伤了呀？”楚风盯着宋云飞胸口以及肩膀的伤口说道：“这与你无关。”宋云飞说话间便抬起手来，一把金色的匕首凝聚于掌心之中。“宋兄，我劝你一句话，不要对我动手。”楚风说道。“何意？”宋云飞问道。“若是对我动手，那你就输了。”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大言不惭。”宋云飞说话间手指轻弹，那金色的匕首便化作一道金光，笔直地射向楚风。楚风根本没有闪躲的意思，所以那金芒准确地洞穿了楚风的心脏。随后楚风的身子一歪，便扑通一声栽倒在了地上。“哼，竟敢说我只要动手就会输，还以为有何本事，搞了半天是虚张声势。”看着楚风倒下的身体，宋云飞的嘴角掀起了讽刺的弧度。而就在楚风死后没多久，这方世界的顶端便掀去了巨大的风暴，伴随着那风暴席卷，蓝天白云竟然随之崩塌，使这整个世界都要因此而崩塌。看到这一幕，宋云飞则是笑了，他竟张开手臂，仿佛在迎接这一切。他很清楚自己是要死了，可他无所谓，因为他终究还是赢了。随着那风暴毁灭世界的风暴落下，宋云飞的意识恍惚了一下。当其意识变得清醒之后，宋云飞发现他已经回到了真实的世界。此刻他成了众人所瞩目的焦点，哪怕夏雨儿都在看着他，当然也有不少人看他的目光有着些许怨念，可是他无所谓，站起身来对众人说道：“诸位，不要怪我，游戏规则在那里。”话罢，宋云飞将目光投向了那阵法的中心，可却发现胜者印不见了。宋云飞一番扫视后，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楚风的手中。这一刻，宋云飞的先是转为愤怒，随后却又变得轻蔑，但是他并没有发火，而是以一种玩笑的语气说道：“楚风兄弟，你这是何意？明明已经输了，竟然还要拿走胜者印，你该不会觉得将这胜者印拿走，胜者就是你了吧？这个玩笑可是开不的。”宋云飞这番话说出后，众人面面相窥，无人言语。“宋兄，你这话说的不对，我可没有伸手去拿过胜者印，明明是这胜者印自己落入我手中的呀。”楚风耸了耸肩膀，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听得楚风这样说，宋云飞的眉头皱得更深了，眼中的怒火也再度涌现。他本来觉得楚风只是想感受一下胜者印的分量，可现在他发现他错了，他发现楚风这是想要夺走他胜者的荣誉，这他岂能容忍？楚风兄，你这样可就没意思了，你明明已经在我手中，你是失败者，胜者印怎么会落入你的手中？哪怕开玩笑，却也有个限度。宋云飞的语气便重了几分。“宋师兄，你又错了，失败者不是我，而是你啊！”楚风说道。“楚风兄，你这话说的可就没意思了，你明明被我所杀，竟然说失败者是我！”宋云飞语气越来越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甚至隐隐间人们已是能够感受到丝丝寒意，就连这方空间内的空气都被宋云飞的情绪所影响。人们知道宋云飞是动了怒意，可楚风却不以为然，继续说道：“宋师兄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句话吗？我告诉过你，不要对我动手，若是对我动手，你会输的。”楚风说道。宋云飞自然记得这句话，可他仍然不解，说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看来我要好好与你说说了。我得到了3道赐予符，第1道赐予符是3段力量，第2道赐予符是巅峰力量，而第3道赐予符则是有点特殊。这道赐予符的作用是，只要我死了，那么这场游戏就结束了，而不管我是怎么死的，但最终的胜者都将是我。所以尽管是你杀了我，可是你依旧是失败者。”楚风对宋云飞说道。“楚风，我真是看错你了。”宋云飞终于彻底暴怒，他先是大喝一声，随后指着楚风，以严厉的语气说道：“我本来以为你是一条好汉，但想不到你竟然如此卑鄙。你若想赢，大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让着你。可你这样，先是偷走胜者印，再编出如此荒谬的谎言，简直就是把人当傻子耍。”对于宋云飞的这番话，楚风则是笑了笑，他还记得宋云飞在那变幻秘境内威胁自己时的嚣张态度，结果出来后就又变了一副嘴脸。这宋云飞究竟是什么人，楚风已经很清楚，所以对于宋云飞的这番话，楚风只是觉得好笑。我那巅峰力量连噬魂兽都可以斩杀，我若不想说，你怎么可能胜我？楚风说道。你说什么？你说你将噬魂兽杀了？真是荒谬，真是太荒谬了。那噬魂兽之强大，连我都无法与其抗衡，你竟说你可以将其击杀？楚风，你到底是多不要脸！宋云飞指着楚风大声训斥，就如同楚风是一个犯罪之人，而他要将楚风的罪责全部说出来。宋兄，楚风并未说谎，他的确具备着可以斩杀噬魂兽的力量。就在此刻，剑无情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什么？宋云飞目光一动，看向剑无情，随后说道：“剑兄，我一直以为你为人很好，想不到你竟然也会撒谎。说楚风给了你什么好处，竟然让向来正气的剑无情也不惜撒谎来维护于他？宋兄，看来你已经被获胜的欲望冲昏了头脑。我并未说谎，因为也并非我一个人看见了，在场的很多人都看见了，是我们亲眼看到。”楚风兄弟只用一拳便将那噬魂兽所击杀。剑无情说道。听得此话，宋云飞忽然愣住了，他直到此刻才惊愕地发现，那些人看他的目光很是不对劲，当真。愣了片刻后，宋云飞才缓缓开口，他所问的乃是星陨圣地的弟子，他不相信其他人，只相信星陨圣地弟子的话，因为他很清楚，星陨圣地的人不可能欺骗他，也不敢欺骗他。宋师兄，的确是这样的，
那楚风的确只用了一拳，就将噬魂兽斩杀了。星陨圣地的一位弟子以颤抖的声音说道：“其实他很害怕，毕竟这种事说出来会让宋云飞觉得很丢人，所以他不敢说。若不是宋云飞质问，他不可能说出这种话。”你们得知真相后，宋云飞竟然有些脸红了。他忽然感觉自己就像是跳梁小丑，搞了半天自己是被楚风耍了。可是他仍然有些不服气，所以他对楚风说道：“就算你杀了噬魂兽又如何？你如何证明圣者印不是你偷的？”宋兄，我们是亲眼见到圣者印以闪烁的形式落入到楚风兄弟手中的，不信你可以问问夏姑娘，她也看到了。剑无情说道：“夏师妹，当真如此？”宋云飞对夏雨儿问道：“宋师兄，的确如此，可是我也不能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正常来说都是最后一个苏醒的人才是圣者，而楚风公子他并不是最后一个苏醒的。直到先前楚风公子说那特殊的赐予符后，我才恍然大悟，看来这次赢的真的是楚风公子呢。”夏雨儿解释道。听得此话，宋云飞的脸色先是沉了一下，随后他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这一巴掌落后，他的面容竟然喜笑颜开。不仅如此，还走到楚风近前，拍着楚风的肩膀说道：“楚风兄弟，看来倒是我误会了，不过你不说清楚也是你的不对啊。”宋兄，我说得很清楚了，是你不信啊。楚风倒也不给他台阶，干脆揭穿这宋云飞。若不是提醒一下他，他仿佛忘记了自己先前那傲慢的态度。哈哈，那倒是怪我了。宋云飞又拍了一下脑门，他表现得很是无所谓，也表现得很是大度，就仿佛这件事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一般。可是楚风却很清楚这宋云飞有多危险，怕是从此之后他与宋云飞的梁子算是结下了。楚风公子，恭喜了，这万剑破魂可是一件宝贝。就在此刻，夏雨儿走到了楚风近前，他的手中还捧着那卷万剑破魂。夏姑娘，当真要将如此宝物送给我？楚风问道。我夏雨儿向来说话算话，这是自然。夏雨儿笑着说道。若是这样，那我楚风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夏姑娘。楚风不仅接过了那卷万剑破魂，还在夏雨儿先前亲吻的地方深深的吻了一下，随后长叹一声，这才以感慨的语气说道：“香啊！”听得楚风此话，夏雨儿的脸庞竟然微微有些红润起来，而见到这一幕的宋云飞则是气得脸色都变了。